混血孩子到底咋上国籍？这事儿老有人问我，今天跟你们唠一下。父母不一样国籍的孩子，在18岁之前可以暂领父母双边的国籍，等18岁成人的时候再做出选择。你选择了这边，另一边就立马作废。所以理论上啊是两边都行，但实际上我家张大铁呢却一个都没有，当了2年黑户。因为啥呢？孩子出生在中国不得上户口吗？我也不知道当时谁跟我说的，说上户口啊需要父母双方都在。而孩子出生时候呢，我老公身在加拿大回不来，中国这儿的户口就没办。但是身在加拿大的大胖媳妇呢是个急性的，拿着他儿子的照片就去了加拿大落户的相关部门，到那跟人说我呀有个儿子，你呢给他上个身份。人家说你儿子呢？他说在中国呢。人说那啥时候离开的加拿大呢？他说他也没来过呀，没来过呀。人说那怎么证明照片上的孩子是你儿子呢？大胖媳妇又拿出一张照片，你看照片上这人，他是我媳妇儿，她当时走的时候啊是怀着孕走的，现在生出来的这个呢，应该就是当时怀的那个，就是当时怀的那个。人家以为这人有病呢，就没给办。所以到今天之前的张大铁呢，既没中国身份，也没加拿大身份。但是现在他爸回来了，我得给他上户口，我得先去给他补办这个出生证明。我到了医院，我说你调一下这个张大铁的资料档案，人医院一查说查无此人。咋回事呢？拿铁2年前出生的时候吧，因为他出生的比预产期早太多了，我没准备好，生出来医生就说你孩子叫啥，我得赶紧录入系统。我说要不然医生您就随便写个代号吧，医生就写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写的代号是啥，所以系统也找不着。最后我跟人医生说的，他出生的几时几分，病房号是啥，费尽周折在医院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，代号张彩玲之子，张彩玲之子，还有个备注，生母说先随便写个代号，然后当时还有10分钟就下班了，工作人员就说你赶紧的，你要开着出生证明，出生证明上的名就是户口名。我一着急，我说改，叫拿铁。工作人员说啥拿铁呀？我说张拿铁，啪。然后今天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，孩子他爸，还有哄张拿铁的妙可蓝多奶酪棒，顶着30几度的烈日，前往了铁岭市红旗街道的户籍科。俺家大胖媳妇那真是容光焕发，就行使父亲的责任，丈夫的义务，自认为自己非常重要。结果到那儿发现根本不需要他，人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结婚证，他噌家一下站起来就过去了。人家说拿回去，拿回去。闹半天不用他来，积极准备全都白费。办户口的全过程就用他2件事：一，拿铁水洒了，他拿着公安系统的拖布给人拖了一遍地；二，等的时候又热又饿，大胖媳妇打开他隔热的恒温袋，里边是一把给户主冻的奶酪棒子。俺一家就开始边等边吃。真的，爸爸妈妈们，这妙可蓝多奶酪棒，冷冻过之后，它凉但不拔牙，它奶但奶的恰到好处，这一冻简直是冰淇淋的口感。办个户口吃了半斤，我还得再囤点。办完，大胖媳妇抱着儿子回到了家，非常开心，说儿子终于有身份了，假期的时候可以带着他回到他的祖籍加拿大游玩一下。我说你等一下，你细品啊，张大铁现在民族汉族，籍贯铁岭，现在所有的身份方方面面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这个汉族男子张大铁啊，他不光不会说英语，他还没有加拿大身份，他不光没出过国，他还出不了国。回到我奶家，老太太挺愁，问我那挺好的孩子，真叫咖啡呀？我怕老太太上火，我说不是，叫那个张举纲。我奶说啊，那还行，我寻思你们2口疯了呢。大胖媳妇很困惑，自己查词典说举纲和拿铁不是一个意思，都是实体金属。那你把拿铁改成举纲，那不白举纲，那不白举纲。齐飞，不可乐，咖啡。最近我女儿贾奥达在疯狂教她奶奶温迪汉语，孩子最近网课上疯了，每天认真写教案，给她奶奶进行线上语言授课。 Hello class, let's start our Chinese today, shall we? 但是吧，贾奥达的汉语呢，你知我知，温迪不知。那是一个当年台湾老师问今天的天是什么蓝？他回答瓦蓝的女子，他教出来的学生可想而知。但是呢，他是真敢教，他奶也是真敢学，学完还真敢用。贾奥达教他奶奶的第一个词儿是多损，他是这么解释，他说我妈一听说谁说的什么话给他逗够呛，他就说多损，就是 is a very funny 的意思。他教他奶奶第一个4字成语是哎呀妈呀。我婆婆问他啥意思，他说哎呀妈呀，就是 Oh my God 的意思。我婆婆说那我怎么拆分来学呢？那拆分就是 Oh my 就是哎呀， God 就是妈呀！从那天起，我婆婆所有的祷告词全变了。每天吃大餐之前手挽手，感谢您赐予的美餐与美酒。妈呀妈呀！哦，让饥饿的人赶快用餐吧，我真的是等不及了呢。看在妈呀的份上。然后我公公在旁边看着，多损多损。但是我发现温迪吧，他用错了，他也不觉得咋地。他不管学这个词儿有多简单，不管用的是对是错，他觉得哎，我能说 Chinese 这事儿就已经很酷了。我觉得咱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过于娇羞了。我觉得中国是能用双语沟通的人口比例，在世界上来看比重都非常高的国家。我姥都能说 Thank you， 我农村的二舅姥爷都能说 Good morning， 对不？这在外国人心中是很奇特的。我以前有个室友是法国的，还有个好朋友是西班牙的，他们的家都在法国、西班牙的小镇上。
我去他们老家玩的时候，他们全家没有一句能说英语的，更不用说汉语了。所以在语言沟通这问题，咱就得自信，别一整就 My English is very poor。你能把这句话用英语说出来，你就已经是科技与狠活了，还破啥呀？你反过来说，大胖媳妇一到东北，啥也不会说，指着个锅包肉，这个好吃。哎呀，这小伙汉语多好哈！这小伙，其实他说的啥玩意儿啊？啥玩意儿啊？所以就是得敢说。我真遇着过几个东北跟我老公敢说的，给我逗稀了。有一次我跟大胖媳妇一块去东北烧烤店，他面对着前边这个烤肥肠，不知道啥玩意儿，问我这是啥。有几个会说肥肠的，我也不知道咋解释。整个烧烤店没人知道咋解释。我旁边我的高中同学，英语应该是科一都没过，学炮兵的，当场给解释明白了。You look at me， 你吸进去 air。勾当，闻一它到这，咚咚咚，不，这个咚咚咚，啪放桌上，咔，barbecue， 烤大肠。解释明白了。还有一次，大胖媳妇在铁岭 KTV K 歌，她唱歌这屋呢门是开着的，外边过去一大哥，喝多了就要进屋来敬酒。大胖媳妇那天唱的是加州旅馆 Hotel California 就那歌，但她五音极其不全，就你听不出来唱的什么玩意儿。然后这大哥就进来了啊，我跟外国友人提杯酒，大胖媳妇 Hotel California， 大哥进来一把大胖媳妇搂住了。 I like 韩磊老师 very much too。最牛的是我老姨姥，我老姨姥稍微有点阿兹海默了，但年轻时候是老师，就有一定英语底子。第一次见我大胖媳妇飙狠活。Which 国家 are you from？ 我大胖媳妇说 Canada。我老姨姥说 I like 加拿大。澳大利亚 is a very good country。哎，这些狠人还都是说英语的呢。还有一次，人烧烤店老太太人没说英文，我大胖媳妇以为又是个狠人飙英文呢。我们去那个炕上撸串，来个老太太60多岁，端上一盘锡纸酸菜，人是这么说的：加小心，耶啊！我大胖媳妇说耶。我的婆婆温妮节目可真多，刚来中国几天，开始挑事儿了，开始告状了，强烈表达了她对我们家庭以及中国中老年人的不解。我昨晚回家，我说我爸呢？温妮说我要跟你好好聊一个事儿，你坐下，我怕你承受不了。我寻思我爸咋的了呢？我坐下，他跟我说 Your father 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酗酒者，就刚才拎着5个酒瓶子走了，而且不是一次了，每天晚上就7点45左右拎着一塑料袋酒瓶子就下楼了，15分钟之内还回来，像没事似的。袋是空了，至少5、6瓶酒啊就没了，这瘾挺大呀。我很担心我的哥哥。我说我爸平时没有独酌的毛病啊，是不是让你给整抑郁了？然后我爸回来了，我就问我说你拎酒瓶干啥去了？我爸说我换钱去了，楼下有个店，酒瓶能换钱。温迪听着了，哪个店呢？我爸说这点小钱你就别跟我争了呗，咱是一家人，我赚了就等于你赚了。温迪说哥哥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提感情可就伤钱了啊！还有个事儿不理解，我爸喜欢烫脚，前2天端着一盆热水到屋就要烫。你们也知道，中国老头那烫脚水那都直冒烟，我爸呢就很习惯性的把脚往水里沾一下子，再拿出来，让温迪看着了，从远处飞奔过来，哥哥我救你，然后啪把手里一杯冰水倒我爸洗脚盆里了。我爸说你干啥呀？温迪说要不是我你就烫脚了。我爸说对呀，要不是你我就烫脚了，歇歇吧你。温迪说不用谢。之后每天我爸还是这样，温迪就问大胖媳妇，你的中国岳父是不是信了什么邪教搞巫蛊？你说天天按时按点整个盆，往里撒小红粒儿，整的那样烟雾缭绕的，跟歌剧魅影似的，烫的鼻子不是鼻子，嘴不是嘴，但坚决不让我往里兑凉水。喝汤也是，哎，那个汤吧好不容易凉了，他拿厨房就热的吧，自己喝不进去嘴，端着就是。然后再给吹凉，整的汤都懵了。我本来都凉了，你又给我热了，热完再给我吹凉，挺白热化的这个场面。挑战完我爸，温迪又口出狂言，挑战中国老大爷，跟我爸说，我们那里都是很注意这个强身健体的，但是我看北京好像很少看见那种就是练得很好的人。我爸说有的是。温迪说怎么可能？我路过健身房，练得一般。我爸说你路错地方。于是我爸给他带到了一个公园。我爸说温迪，这些苗子都是哥哥。温迪一看，这哪是哥哥，这是哥哥屋啊，哥哥屋啊。我说温迪，我们也在乎身体，就是练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。拿铁将来也是要进哥哥屋的，基础都打好了，喝了大半年都能运会，体质杠杠的。说到这儿还有个丢人的事儿，我上次去合肥出差，拿铁把奶粉干空罐了。我以为我在合肥跟我在沈阳似的，我以为自己挺火呢。这都能运会，大品牌，富含天然 OPO， 我知道，我儿子一身腱子肉，我拿它给拿铁冲半年了。奶粉就是冲奶粉的，不可以冲咖啡。距离温迪第一次邂逅公园老苗子已经很久了，但每在任何地方看见苗子，温迪依然觉得唏嘘。晚上给他加拿大2女儿打电话，还说呢，我知道咱们为什么不是体育强国了，咱们的撸铁重点是去哪儿撸，他们的撸铁重点是哪儿有铁，哪里有铁哪里就有哥哥，没有科技全是狠活，咱们肌肉疼喷雾，他们肌肉疼创大树，咱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得等爸爸来接回家去喂饭，他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刷着老年卡接孙子去学珠心算，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拿铁大家在北京。